如果你只看股票不看債息，這次你很可能看漏真正的警號。美債、日債、英債以及部分歐洲長債的收益率一起抽升，表面看是債券市場震一震，真正意思是全球資金正在問政府一句很尖銳的問題：你越借越多，通脹又未真正消失，央行又不能像 Q1 年代那樣為了压低长債收益率而大規模接貨，我為什麼還要用便宜利息借錢給你？這句話聽起來很遠，但最後會壓到你的股票、樓市、REITs， 甚至你手上現金的機會成本。所以今天我不是要你背一堆債券名詞，我想用最簡單的方法，先畫一張地圖，再講一條時間線，最後講它怎樣一步步傳到你的投資組合。今天的核心很簡單，債息暴漲不是世界末日，但它代表低息年代那套估值方法正在失效。你要學會重新計算風險，也要學會在恐慌裡面找真正有價值的機會。我們馬上開始。如果你是投資新手，先不要急着記美債多少厘，日債多少厘，英國債多少厘。你先記住3個角色，站在最前面的是政府，政府要借錢，因為要支出、要補貼、要還舊債、要維持福利、國防、基建，還有很多政治承諾。另一邊是買債的人，可以是基金、銀行、保險公司、退休基金、外國央行，也可以是普通投資者。這些人本質上就是借錢給政府。中間還有一個關鍵角色，就是央行。過去10幾年，央行很多時候像一個超級大買家，市場一出事，它就降息、買債、放水，幫債券市場托底。以前這3個角色的關係很舒服，政府說我要借錢，投資者說可以，反正利率低，債券安全。央行說如果市場出事，我會出手。所以過去很長時間，很多人養成一個習慣，政府借錢不是問題，利率高不是問題，資產價格跌也不是問題，因為最後央行會救。但是今天麻煩在於，這3個角色的關係變了，政府仍然要大量借錢，投資者開始要求更高回報，央行卻不再能夠像 Q1 年代那樣，為了壓低長債收益率而隨便印錢買債。因為通脹還沒有真正回到安全區，這就是整件事的地圖。不是某一個國家的債券突然出事，而是全球資金開始重新定價一件事，政府借錢不再像以前那麼便宜。接着我用時間線講清楚為什麼今天會走到這一步。先看過去40年的大背景，那是一個長期低息年代。過去40年，全球利率大方向一直向下，通脹低，全球化壓低成本。中國和新興市場提供便宜供應鏈，央行有空間降息。這個年代借錢成本越來越低，樓價、股價、債券價格都受益。然後來到金融危機之後，世界進入量化寬鬆年代。金融危機之後，央行為了救市場，大量買債，壓低利率。之後疫情一來，政府派錢，央行放水。市場更加習慣一件事，只要出事，錢就會變便宜，所以很多資產被推得很高，成長股估值可以很高，因為未來的錢折回今天很值錢。樓市可以很貴，因為供樓利息低。REITs 和高息股可以很受歡迎，因為銀行存款沒什麼息。再往後，真正改變遊戲規則的是通脹回來。疫情之後，供應鏈亂了，能源價格波動，工資上升，逆全球化和關稅推高成本。通脹不再是教科書裡面的概念，而是普通人買菜、入油、交租都感覺到的壓力。央行這時候不能再假裝沒事。過去幾年，主要央行已經加息、縮表或者減少買債，把市場過去習慣的便宜錢收回來。走到今天，即使有些央行暫停加息，也不能輕易回到大放水，所有壓力一起疊上來。通脹沒有真正死掉，政府仍然要借很多錢，央行又不能像以前那樣為了壓低長債收益率而大規模接貨。於是買債的人就說，你要我借錢給你20年、30年可以，但利息要高一點。所以債息抽升不是一個孤立數字，它是過去低息年代、放水年代、通脹年代、財政擴張年代全部壓力加在一起之後，市場給出的答案。現在我講最基本的一個概念，債券收益率上升到底代表什麼？很多人聽到收益率上升，以為是好事，收益率高了，
買債收息多了，為什麼不好？其實債券價格和債券收益率是反方向的。如果一張舊債每年只派3塊利息，昨天市场願意用100塊買，今天新債可以派5塊利息，投資者就不會再用100塊買你那張只派3塊的舊債，你想賣出去就要打折。所以債息一上升，最先受影響的是舊債價格，接着受壓的是所有需要借新錢的人，政府發新債，公司再融資，地產商還債，REITs 借錢買物業，全部都要面對更貴的利息。至於本身有很多債的高息股，股息看起來高，也不代表一定安全。再往外一層，就是股票估值要重新算。股票不是只看公司未來賺多少錢，還要看你用什麼利率把未來的錢折回今天。你可以把它想成一個選擇題，如果安全一點的國債都給你5%左右回報，你買股票就要問這間公司未來給我的回報有沒有明顯高過5%？我承受波動，承受業績風險，承受管理層風險，值不值得？這就是為什麼債息上升會壓股票估值，尤其是那些今天賺錢不多，但是故事講到10年、20年後很精彩的成長股，當折現率上升，遙遠未來的盈利就變得沒有以前那麼值錢。我不是在唱淡科技股，也不是說所有成長股都不能買。我想講的是，好公司不等於任何價格都值得買。價值投資不是買名字，價值投資是用合理甚至便宜的價格買入真正有質素的生意。那為什麼這次不是單一市場問題，而是全球長債一起受壓？我把它拆開來看，其實有幾股力量同時在推。最表面的是通脹不肯真正死掉，市場很想聽一個舒服故事，通脹回到2%，央行很快降息，資金重新便宜，股市繼續升。但是現實沒有這麼順，因為美伊戰爭，能源價格有波動，關稅和逆全球化推高供應鏈成本，服務業和工資壓力沒有那麼容易下來。日本日元走弱，進口成本上升，歐洲也擔心能源和財政壓力，美國經濟又沒有市場想象中那麼快轉弱。如果通脹風險還在，買長債的人就會問，我今天借錢給你30年，將來拿回來的錢會不會變得不值錢？如果答案是不放心，他就要更高收益率補償。另一邊是政府太需要錢，美國財政赤字龐大，長期要發債，日本政府債務本來已經很高，加上支出壓力和日本央行減少買債，市場要承接更多供應。英國和歐洲也有福利、能源、國防、補貼、政治承諾的壓力。你把債券市場想成一個市場，就很容易明白。如果賣出來的債越來越多，願意用低利息買債的人越來越少，價格自然要跌，收益率自然要上升。這不是玄學，這是供求。更關鍵的是，央行不再是以前那個無限買家。過去投資者很習慣一件事，市場一出事，央行就救。但是現在央行被通脹綁住手腳，美聯儲不能隨便大幅降息，歐洲央行要顧能源和工資，日本央行也在慢慢退出超寬鬆政策。央行不是完全消失，但它不再像以前那樣站在市場旁邊，永遠準備接貨。當最大買家的角色變弱，市場就要自己承受供求壓力。所以沃什上任美聯儲主席就要面對這麼艱難的局面。我之前已經有一條影片專門講過，大家有興趣可以看完這條影片再去重溫。最後，投資者開始重新要求風險溢價。風險溢價這個詞聽起來很難，其實很簡單。你借錢給一個收入穩定、欠債少、還錢能力強的人，3%利息你可能接受。但是如果另一個人欠債很多，每年收入一大部分都拿去還利息，還一直說要借更多，你還會只收3%嗎？當然不會，你會說我要更高利息。今天市場不是說明天美債、日債、英歐長債全部崩潰，這樣講太誇張，也不負責任。真正訊號是市場願意借錢給政府，但是不願意再用以前那麼便宜的條件借。現在問題來了，這件事關普通投資者什麼事？我用一條鏈講清楚：債息一上升，資金成本就跟着上升，資金成本一高，公司、政府、買樓的人、REITs、地產商全部都要面對更貴的錢。
在其他條件不變下，當錢變貴，資產估值自然要調低。估值一調低，市場就開始分辨誰是真正健康，誰只是低息年代借錢撐起來。這條鏈一走下去，影響會很廣。最先被市場重估的是股票估值，尤其是高估值科技股、AI 概念股，常年不派息但靠未來故事支撐的公司，他們不是一定不好，但是債息越高，市場越會問這個故事的價格是不是太貴。接着，高負債公司會很辛苦，很多公司在低息年代借了很多錢，當時2%利息，大家覺得沒問題。到期再融資的時候，如果變成5%、6%，盈利就會被利息吃掉。所以我看公司不會只看股價跌了多少，我會追問債務什麼時候到期，利息是固定還是浮動，生意現金流夠不夠覆蓋利息。至於高息股和 REITs， 更加不可以只看息率。很多散戶最容易被高股息吸引，看到8厘、10厘就覺得很安全。但股息率高，有時候只是因為股價跌得多。真正要問的是，這個股息有沒有現金流支持？公司會不會要借錢派息？利息成本上升後，派息會不會被削？樓市和地產股也會跟着受壓。香港尤其明顯，香港是聯繫匯率制度，港元利率長期受美元利率影響。美國高息維持越久，香港供樓成本、地產商融資成本、樓市成交、REITs 估值都會承受壓力。最後，現金重新有價值。低息年代，很多人覺得現金是垃圾，因為放着沒有回報。但高息年代，現金不再是垃圾，現金是一種選擇權。你有現金，就可以等別人被迫賣資產的時候，用更好的價格買入。所以今天我不是叫你恐慌，而是叫你重新計算。如果債息上升只是風險，那這條影片到這裡就完了。但是市場最有趣的地方是，風險和機會通常同時出現。高利率會壓估值，也會把很多不應該那麼貴的東西打回合理水平。當市場恐慌的時候，真正有現金流、有護城河、有定價能力、有好管理層的公司，也可能被一起錯殺。這就是價值投資者要等的時候。但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分別，跌得多不等於便宜，便宜也不等於值得買。真正要問的是，這是不是一門好生意？它的負債會不會在高息環境下出事？現金流能不能穿越週期？今天股價和真正價值之間有沒有足夠安全邊際？如果答案是有，市場恐慌可能是機會；如果答案是否，跌再多也可能只是價值陷阱。這一點在港股和中資股尤其重要，因為很多公司估值看起來很低，股息看起來很高，但背後可能是盈利下滑、債務壓力、行業週期惡化，甚至管理層質素問題。你不能一看到低 PE、低 PB 高息率就衝進去，你要分清楚市場是過度悲觀還是公司真的變差。如果是一間財務穩健、現金流穩定、行業地位仍然強的公司，只是因為全球資金撤走而被錯殺，價值投資者可以慢慢研究分注布局。但如果是一間高負債、靠借新債還舊債、盈利一直走下坡的公司，就算股價跌了80%，也不一定值得買。所以我的結論不是看淡一切，我的結論是這個市場正在逼投資者升級。普通投資者現在應該怎樣做？我給你一個4步檢查，但要立刻做。不過我不希望你把它當成考試清單，而是當成一次投資體檢，先檢查自己的槓桿。如果你借錢投資用槓桿買股票，樓按壓力很大，每個月現金流很緊，高息環境一定要小心。投資最怕的不是短期波動，而是你被迫在錯誤時間賣出好資產。投資應該令你更自由，不是令你每天睡不着。接着打開你持股的資產負債表，你手上的股票有沒有大量債務快到期？利息是固定還是浮動？公司每年賺的錢夠不夠付利息？如果一間公司要靠不斷借新錢才能維持運作，債息上升就是它的壓力測試。然後回到估值，問它有沒有安全邊際。如果一只股票已經反映未來10年的好消息，債息一上升，它很容易受傷。但如果一間公司估值合理、現金流穩、債務少、行業位置好，
市場又過度悲觀，它反而可能值得你放入觀察名單。再問自己一個很誠實的問題：你買的是生意還是情緒？很多人以為自己是投資，其實只是跟情緒走。今天看到債息升就恐慌，明天看到股市反彈就追高，後天看到別人講崩盤又清倉，這樣投資就是賺利堂、輸奸場。回到今天主題，美債、日債、英債以及部分歐洲長債收益率一起抽升。我真正看到什麼？我看到的不是明天股災，也不是債券世界末日，我看到的是過去40年利率一路下跌，資產一路被推高的年代，可能已經不能照抄。以前很多策略很簡單，買指數跌了就加倉，買樓借多一點，反正利率會跌，買 REITs 收息就算，買成長股只要故事夠大，估值貴一點都可以。但如果未來是比較高息、比較高通脹、比較多財政壓力、比較多地缘政治風險的年代，你就不能只靠過去那套方法。這時候選股就要更精細，週期、行業、公司資產負債表都要一起看。你要知道什麼時候不要急着買，也要知道什麼時候市場真的送出便宜貨。這就是為什麼我常常說，投資不是缺新聞，是缺系統。新聞每天都有，今天美債，明天日債，後天英歐長債，大後天 AI， 再之後黃金、匯率、油價、關稅。如果你沒有系統，每一個新聞都會牽着你走。如果你有系統，你會問這件事改變了什麼？它影響哪個行業？哪種公司受壓？哪種公司反而有機會？現在價格有沒有安全邊際？這才是投資者的思維。如果你過去試過賺一點就賣，輸很多就死抱。如果你看到債息上升，不知道應該買債、買股、買金還是持有現金；如果你覺得港股便宜，但又怕是價值陷阱；如果你覺得美股很強，但又怕自己在高位接貨，我建議你不要再只靠感覺，點擊資訊欄或者置頂留言的課程連結，先從選股5部曲開始。這個入門課程不是報牌，不是名牌，不是叫你明天買哪一只股票，它的重點是幫你建立投資骨架。先是看懂大勢週期，你要知道現在是順風還是逆風，帆船借風永遠比龍舟拼命划槳快。再來是選對行業，高息年代有些行業會被利息壓住，有些行業反而靠定價能力和穩定現金流活得更好，你要有方法分辨。最後才是在行業裡面選公司，再配合買入和賣出的紀律。好公司也可以太貴，便宜公司也可能是陷阱。要投資，先求知，先有智才有財。市場永遠會有新的新聞，但你不需要每次都被新聞嚇到，你需要的是一套方法，把新聞變成判斷，把恐慌變成準備，把波動變成機會。最後總結，美債、日債、英債以及部分歐洲長債收益率暴漲，表面上是債券市場波動，真正重點是全球資金正在重新計算政府信用、通脹風險、發債供應以及所有資產估值。它不代表明天一定股災，也不代表所有股票都不能買，它代表投資者要更成熟，不要亂用槓桿，不要盲目追高，不要把高息股自動看成安全，不要把便宜股自動看成機會。你要做的是保留現金流，精挑細選，等待市場失效，用安全邊際買入真正優質的生意。如果你聽完這條影片有一個感覺，原來債息不是另一個世界，原來它會影響我的股票、我的樓、我的現金、我的每一個投資決定，那你今天就已經開始用投資者的眼光看世界。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，請記得按讚、分享、訂閱我們的頻道，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，因為我會把複雜的經濟和投資理論簡單化的講給你聽，讓你更容易的吸收。我們下期再見。